你作为塔寨新上任的三把手，放着治兵贩毒的大好前途，却偏偏拉着全村人撸起黑网贷。只因你刚穿越过来，就听到林耀东要带着全村开始治兵了。塔寨东叔，别人穿越不是皇帝也是皇子，差一点的也是个帝师，我居然是塔寨三把手。文东，这是我们塔寨的大计，难道你要阻碍塔寨的发展吗？什么大计？这完全就是把塔寨推向深渊啊！我反对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此事关乎着我塔寨上千户村民呢，给你根羽毛，你还真当令箭了？文东，我说了，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，可以反对；如果没有，那你就好好的做着吧。这时林文东没有说话，拿起手机玩了起来。在地球上看到了一个新闻，一个大学生带着全村撸黑心网贷。想到这里，眉头一挑，立刻搜索起这个世界的法律。只要贷款的利率超过35%，便是无效贷款，不受法律承认。如果我从这些软件上借钱，他们不能通过法律的力量制裁我，只能通过线下催收。塔寨有1000多户，也就是几千个人，还怕线下催收吗？这么快就到账了，还扣10%的手续费，果然是黑心网贷。林耀东、林耀华以及其他人等了半天，看到林文东不但什么话都没说，还掏出手机自给玩上了，表情还那么猥琐。够了，让你来山房当房主进村委会，本以为你能为我们塔寨发展付出一份力，现在看来是我错了。东哥，撤他的职务吧，重新从三房中选出一个资历深的人来当。就是林文东这年轻人当不了如此大任。东叔，把你手机给我。林耀东虽然心中已经彻底对林文东失望了，但他还是想看看这小子想干什么，于是将手机递到了林文东手里。东叔，把你身份信息填一下。林文东充耳不闻到了最后一步，随着他的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点。这13万哪里来的？这是我给您借的网贷。贷款可是要还的，利息还贼高，你这让我们怎么还？其他常委也都被林文东这盘操作搞得不知所措，都在议论纷纷。林文东眼看众人的情绪都不对劲，便现场给他们补起来。华夏法律规定，只要是利率超过30%，那在法律层面上就属于是无效债务，也就是说不被法律承认。东叔，你这13万就是我从网贷上撸下来的，年利率40%，不还对方根本就不能通过法律来起诉我们，只不过要小心对方带人来线下催收。林文东这一番话，听得众人脑袋发愣。林耀东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，片刻之后反应过来，不确定的开口问道：“也就是说，从网贷上借钱就不会被起诉？”对，不过要小心暴力催收。暴力催收，我们塔寨上千户人赶进来就别想出去，这完全是既富其禄啊！来暴力催收的都是什么人？黑社会？那我塔寨千户人组装起来，便是本地最大的黑社会。这完全就是给我们送钱来的。不过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咱们村几千人，每个成年人都有撸网贷的机会。到时候，咱们村直接从如今的贫困村一跃进入东山石强村都不成问题，短期的暴力兵都比不上。最重要的是还合法。各位，塔寨大事先放一边，同意山房房主提议的请举手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俺也一样。既然全部同意，把所有村民都喊到祠堂外的广场撸网贷。突然喊我们过来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难道是准备好了？我可听说了，公叔要带咱们治兵。真了假了？我反正是穷怕了，只要东叔说一回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跟着。村民们嘈杂的讨论声不断响起。这时林文东一行人如果有一天有外人进了我们塔寨，要带走我们的族人，我们要怎么办？看来我们塔寨跟我们族人跟他们干。跟他们干。这时所有村民情绪都被调动起来。林耀东点了点头，摆手示意众人安静了下来，开口说道：“今天咱们塔寨每个年满18的族人都有很大概率能拿到几万到10几万不等，这些米一半归自己，拿一半出来放到咱们塔寨的公账上。这还没开始治兵呢，哪来的那么多钱？咱们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撸网贷，大家放心，这些都是合法，还不用还的。”哪里？这又是什么骚操作？不过只要东叔让我们干就干。但是会有外人上门来我们塔寨暴力催收。看来我们塔寨暴力催收，真当我们是软柿子，让他们来。我把我隔壁村的7大姑8大姨都喊来，他们能组织几千人来一批打一批。不愧是一村子，连兵都敢造的法外狂徒，说干就干。很快，在有序的组织下，所有18岁以上的村民被分成了6个队伍。林文武这些年轻人帮他们操作网贷，旁边还有会计负责将撸下来的米一半转移到塔寨公账上。村民们撸下来的网贷越多，塔寨的公账汇入的米也越多。文东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塔寨的公账就由你看管了。东叔，
你放心，我会好好花的，不好好保管。你是塔寨新上任的3把手，放着治兵贩毒的大好前途回忆，却偏偏拉着全村人撸黑网贷。与此同时，东山市某个写字楼，马上有钱花金融经理办公室，王经理翘着2郎腿，脸上笑得如花一般灿烂。经理，刚才咱们公司旗下6款软件，今天一天就放出去了上千万的款项，以前可是1年的业绩啊！好，今天这可真是鸿运当头啊！从早上到现在，每分钟都有人注册软件找我们借钱。高利贷这一行是越来越难干，眼看日子一天不如一天，今天突然来这么大的惊喜。可经理，这些人的信息都是一个地方，到时候对方不还，真当我们老板手下养着的人是吃干饭的？那些人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，如果不还，就让他们上门讲道理。我得亲自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板，给他一个惊喜。老板，我这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。老王，你不用多说，我都知道，你今天可是做了一笔大业绩啊，公司是不会忘记你的。这一次咱们至少赚1000万，到时候升你副总。老板，我生是公司的人，死是公司的鬼，我一定会努力，让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。对了，咱们的储备资金快要不足了，如果明天他们还这样借，就拿不出钱给他们了。这个你放心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他们能借，就算是上瘾我也拿得出来给他们。老板，到时候对方不还，咱们是请龙哥上门去恐吓他们。哼，这些借款人的资料我都看了，都是一些地地道道的村民，到时顺便找几个人吓唬就行。老板高见。你先回去吧，这些人可都是我们的财神爷，一定要好好对待。等王经理离开以后，张有钱拿出一个专用的手机拨通你的号码。我这今天接了一个大生意。哟呵，什么生意？可你看，只要借出去10万块钱，然后什么都不用干，就能收获4万到6万。今天我们就发出去了上千万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一起跟我来搞金融，不要在那鬼地方干诈骗那些违法的东西。利润确实挺高的，还没风险。那你这次找我干什么？这不是生意太大，现金不够吗？我也不找你借，你拿钱就当入伙了，到时候收回来咱们一起分。好，正好我刚走了一笔器官几千万，不过你小子要给我保证能收回来。我操持着那么大一个盘子不容易，一旦拿不出钱来，手下的人都得把我吃，那可就麻烦。这个你放心，如果收不上钱来，我把我这口金牙拔了。昨天晚上有个网贷公司的人给我们打电话，好像叫什么王经理，你脑子灵活，等会你跟他联系。哟呵，现在不知道那些网贷平台还有没有钱借给我们，别被我们撸破产就好。对了，东叔，咱们的公账上已经有好几千万，这笔钱我有个想法。你有什么想法？说来听听。要想富，先修路。路是必须要修的，路是一切的基础。只有基础好了，咱们塔寨才能更好的发展。虽然撸了一天的网贷，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，毕竟没有那么多网贷给我们撸，而且一旦别人发现我们还不还，那么整个行业必然把塔寨拉黑。也是，不过有了钱，咱们也有条件了，可以开始记更高级的兵。东叔，这种事情还是以后再说吧，先用公账的钱把塔寨的公共设施给翻修一下。很快，塔寨的村委常委也过来了，众人开始商量，除了修路以外，还要修什么地方。经过一番商讨，拿出公账上1000万元，用于在塔寨铺设新的道路，以及购买各种基础设施。时间就是生命，路能越快修好，村民们就能少走一点弯路。林耀华马上带人去找市民。文州啊，马上就要到村长选举了，我已经当了太久的村长，这个大任也许你可以挑起来。东叔这话的意思是要把大卫传令。时间来到了下午，塔寨外面一辆辆推土机等各种工程车都齐全了。看着塔寨村口停着的这些工程车，隔壁莽村的村民十分好奇。这些车好像都是修路的，难不成塔寨要修路？哟呵，怎么可能？塔寨比咱们村都穷，哪来的钱修路？莽村村民在村口疑惑地交流着。这时塔寨村有几个村民出来，嘴里还在大声说着话。你们家到手多少钱？我家算上我跟我老公还有大儿子，一共是27万。我们家符合条件的有5人，一共撸下来40多万，真是多亏了3房房主文东啊！他还说了，光咱们塔寨的人还不够，如果其他村有人来合作，一个人也能撸下来好几万呢。这个塔寨是找到发财的办法了吗？一个人能挣好几万。你刚才没听他们说，一家挣了20多万，一家挣了40多万，还有这种好事？走，咱们赶紧去告诉村长去，让他去塔寨看看。你带着塔寨村撸黑心网贷就算了，还要拉着隔壁莽村一起来撸。与此同时，林文东正在跟王经理通话谈合作的事，林耀东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。您好，王经理，我是塔寨的。塔寨
是向我们借钱的那个塔债对吧？你们可是我们的财神爷啊，不，我们的大客户。王经理，我有事情想咨询一下你。如果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客户，你们能给我几个点的返利？介绍一个的话，可以返利10%。是这样的，我们隔壁村也想跟你们借钱，你看看能不能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，真是鸿运当头啊！如果把你隔壁村介绍给我们的话，我给你20%的返利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以为落网贷不完，已经是对那些借款公司薅羊毛的体现了，这实在是太黑心了吧？现在的大学教的知识都那么硬核的吗？东叔，我还有一计。还有什么计？咱们隔壁不是有个莽村吗？他们那村民挺多的，不如……那你就去干吧。我现在去安排人，故意把消息透露给莽村村民。什么？你们刚才听到塔寨的村民说他们一户能挣20多万，甚至是40多万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李有田被震惊到久久不能回神。对方从哪里搞来的那么多钱？不知道啊，听说是塔寨新上任的3房房主找到的办法。3房？那不就是个年轻人吗？难道塔寨在做什么违法的事情？大家都穷得好好的，他们突然富起来了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如果真的在做违法的事情，那我就替天行道，把塔寨举报了。对了，他们还说凭他们塔寨人手不够，如果有其他人跟他们合作，那个人也能挣好几万呢。还有这种好事？那我得去看看这个塔寨葫芦里在卖什么药。宏伟，等会到了塔寨，什么话都不要多说，看我眼色行事。咱们莽村还有玩具枪工厂呢，让他们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。这个塔寨呢，什么产业都没有。很快，两人来到塔寨，看着广场前排队的村民，李有田二人面色都变得十分疑惑起来。林支书，我看你们塔寨最近有大动作，前面广场那多村民都在排队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林支书，咱们是老相识了，就没必要瞒着我们了吧？咱们2个村子可以合作，我们村还有几千人呢。父子俩一唱一和，自以为可以掌握局面，但却不知道，这正是林文东想听到。东叔，凭咱们塔寨也吃不了那么大的一个盘，不如跟莽村合作。这样好了，咱们合作挣的钱，你们塔寨拿大头，我们莽村就挣的辛苦钱。行吧，我们同意跟你们合作。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生意了吧？这个得等我们合作结束以后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可以保证绝对不会触犯法律。你们莽村每个成年人都能到手几万块钱。如果你们想好了，明天来我们塔寨的广场上排队，按照约定到手钱的20%归我们塔寨。行吧，我明天带人过来。本以为对方会狮子大开口占大头，没想到只是82分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塔寨还是很良心的。李主任，我估算了一下，大概还有几个名额，你明天先带几百人过来。那我们先回去准备准备，等明天就把人带来。这次咱们又能大赚一笔了。如果莽村有1000人能撸下来，那咱们塔寨的账户至少突破1亿。行吗？多少？1亿，这个不是一个小数字了，可以称得上天文数字，这还是合法收入。不知道这些网贷公司还有没实力了？要不以塔寨的名义注册个放贷公司，专门向这些网贷公司发放企业贷款，利息在30%，这样对方不还就能起诉。算了。很快，时间来到晚上，林文东拿出电话给王经理打过去。尊敬的客户，你这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王经理，你还记得我上次问过你给你们介绍客户的事情吗？这个我当然记得，放心，只要是您介绍过来的，都有20%的返利。我这里还有几千人，你们还有几千人？我没听错吧？先稍等片刻，我去给我们老板汇报一下。过于紧张，王经理甚至连话都说不清了，挂断电话，立刻给张有钱打过去。老板，塔寨的人还发生什么了？那么紧张？塔寨的人说，他们还有几千人要找咱们借钱。什么？还有几千人？老板，这笔生意咱们还接吗？接，这么大的一块肥肉就在眼前，这可是上千万的利润啊，必须接。钱的事情你不用管，我有办法。你赶紧告诉他们，这笔生意我们接了。王经理得到这个保障后，马上把电话给林文东回了过去。这笔生意我们老板说了，接。你们是接几千人的生意，还是几百人的生意？你们有多少来多少。林文东都没有想到，对方公司的实力那么雄厚。另一边，电话挂断后的张有钱哈哈大笑地说：“5年前，算命的告诉我说，今年会有一劫，劫难在哪？非但没有劫难，反而鸿运当头啊！从牛哥那里拿的钱差不多快要用完了，账上还剩下几百万，现在该去哪里凑钱呢？听说老李那家伙在银江搞兵搞得风生水起，最近也准备把生意引进华夏。”
搞了那么多年，兵肯定有钱，顺便把他也拉入。Nice。李哥，我是小张啊。哟呵，这么多年不联系，这次突然找我什么事情？李哥，我这次来是有一笔大生意找你。我最近在忙，没空。李哥，我知道你最近准备进军国内市场，这件事情我可以帮忙啊。巴拉巴拉巴拉。你是说只要放出去10万就能收回来4到6万，1000万就是400万到600万，1亿9。1期得期，2期48，38妇女节，5一劳动节，这风险有多少？钱能收回来不？放心，钱肯定能收回来，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好，1亿我可以借给你，如果这钱给我搞砸了，我的手段你是知道的。你带着塔寨村撸黑心网贷就算了，还要拉着隔壁莽村一起来撸网贷。他们又没说具体干什么，犯不犯法别到时候咱们村都被坑进去了。没错，李叔，在还没搞明白之前，咱们还是不要冒言行动。听着周围喧嚣的声音，李有田阴沉着个脸。够了，你们懂什么？我在塔寨亲眼所见，他们的所有村民都在干。正所谓胆大者遇龙骑虎，别人能干，咱们莽村的人难道就不敢？而且塔村亲口跟我说完全合法，你们怕什么？我们莽村又不比他们差，都精神点，别丢份。能拿出来钱的明天就跟我去，我可告诉你们，名额有限，到时候别后悔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安静了下来。我去看看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猫腻。我也去，俺也一样。第二天早上，李有田带着莽村几个人早早来到了塔寨。昨天说名额不多了，我就只选了这200多人，如果人多了，我让他们一部分人回去。李主任，这些人有点少啊，一会再喊几百人过来，或者把你们村的人都喊来。昨天晚上王经理拍着胸口跟我保证的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，莽村的人越多，提成自然越多。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具体要干什么？难道就在这里站着，钱就能到账了？最好真的能拿到钱，不然你们会知道我们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。我也很想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。家人们，你们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？现在就开始，李主任，麻烦你让他们都排成6队。流程还是那个流程，由塔寨的年轻人给这些莽村的村民套。这些身份信息填一下。莽村的村民拿过手机，把资料填了一遍，等半天没有下文。就在他准备发飙的时候，就这么简单就能拿3万？还没完，还有其他的。此时此刻，整个塔寨的广场，各种震惊的声音不断响起。一旁的李有田看得目瞪口呆。这么简单，好像自己这边可以单独干了。待会让宏伟他们主意一下，看看这用的是什么手段。等回去后就照着来，踹开塔寨。李主任，你别看着简单，但天底下可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啊！文东小弟啊，这难道还能有什么风险吗？李主任，居然咱们已经开始合作了，那我也不瞒你了。其实他们这是撸网贷。什么？贷款？这可是要还的。我说钱为什么会那么简单就到账了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，只要是利率超过35%的贷款，那便是无效债务，不被法律承认。意思就是借钱不还对方，也不能起诉我们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这是自然。我们村子相邻，难道我还能坑你吗？好，咱们现在找个地方详谈。虽然在他看来，林文东这个年轻人想法不一定靠谱，但他们莽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咱们也别扛着掖着了，到底有什么办法？李主任，我丑话要说在前头，我可不能白白告诉你。这样吧，如果真的有用，我们莽村能拿出每年利润的20%给。不，每年利润的50%。我操！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50%，这可是足足1半的利润。跟我们合作，别的我不敢保障，但是有一点，我可以让你们的玩具厂每年利润不会低于5000万。5000万，就算拿出1半给他们，那我们也能有2500万。但用什么办法才能让我们那破旧的玩具厂每年利润5000万呢？怎么样，李主任，你想不想听？林文东的话诱惑太大了，李有田经过半天的思想斗争，还是同意了。见到对方答应，林文东立刻起了2份火。李有田接过合同看了看，没问题，就签上了自己。好了，现在可以把办法说出来了。李主任，中东最缺的是什么？中东那个地方，各个国家武装组织林立，战争如同家常便饭。要说最缺的，当然是军火啊。没错，这就是国外市场一片蓝海。我操！你的意思是让我们造真军火？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你知不知道这要是被发现会什么罪？李主任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不是让你们造军火，那是犯法的。再说一遍，犯法的事情我们不干。那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？不就是让我们莽村造军火，然后卖去中东吗？你看，我就是说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既然咱们已经签合同了，那我就告诉你吧，我是让你们把材料换一下，比如全长415毫米、口径7.62毫米的钢管，再比如金属打造的可容纳各种长方形物体的气长匣子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金属手托。我操！全长415毫米，
口径7.62毫米的钢管，你知不知道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AK-47枪管？你这还不是让我们造军火吗？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们准备在国外创办一家公司，然后找你们莽村采购我说的这些配件。你想多了，我们莽村绝对不会生产枪械配件，穷起码穷的稳定，也比不几天的。然后备注设7.62的好。李主任，你可能想好了，每年保底5000万的利润，我可以保证。你们莽村只生产这些配件的话，绝不会触动华夏法律。再说了，我们已经签合同了，咱们两个村子算是合伙人，如果有问题，我们塔寨也跑不了。难不成我要把我们塔寨给害了吗？你说你们塔寨要在国外创建军火公司？这是我们塔寨的机密，所有人已经同意了，马上就要实施了。李主任，你好好想想，一年保底5000万的利润，也不用急着回答我，你好好想几天。那我先回去开个会商量一下。这种事情自然越少人知道越好，你自己知道就行了。你回去最多只能开个会说玩具厂转型做配件厂。我带着塔寨撸黑心网贷，还要在国外开军火。晚东，大半夜的你找我是有什么事情？我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一下。现在咱们塔寨公账上的钱已经有1亿了，我想拿这点钱去创办公司。坐吃山空不可取，要把这笔钱当成一个跳板，谋求更好的发展。这个道理你那么年轻不懂，我很心热。带着塔寨骑兵也是旁门左道，不如拿这笔钱给他做正经买卖。对了，你准备开什么公司？无论是什么，我们塔寨都会全力支持你。我准备拿着钱开一家军火公司。我操！我本以为会是什么正经的生意，结果比我想要骑兵还行。东叔，我不是在国内开，而是把公司地址放到国外。还有，这跟制兵不一样，兵这东西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不合法，但军火不一样，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才会禁枪。我们卖军火可以光明正大的卖。这年经验，从哪里学的这么多知识？现在大学教的都那么硬核吗？这从哪里找买家？利润怎么样？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啊。东叔，这个我都已经了解过了，咱们不零售，只做批发。林耀东越觉得自己是不是老了，已经跟不上时代了。贩卖军火在华夏虽然犯法，但在国外却是合法。最终在林文东一番游说之下动了。这件事就由你全权去办，不要惹出什么祸端就行。很快，林文东来到柬埔寨南门号海市，刚从机场出来，忽然一皮肤黝黑的本地男子走过来。没有，票子要不要票子？有没有美金？有，你准备要多少？用华夏币跟你换100万美金。我操！100万美金啊，发财了！100万美金不是小数目，你得跟我去拿。就你一个人吗？今天下午能不能换出来？能，时间紧迫，你现在就跟着我去拿钱吧。林文东点了点头，来到一辆面包车前坐了上去。钞票贩子打了一个电话，并用本地语言说道：“老大，我今天遇到了一个金龟，张口就要换100万美金，我现在正带着他往咱们那赶去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还看了一眼林文东，见着脸色平静，他断定这人听不懂柬埔寨语。随后，他又对着电话那头说道：“咱们刚造的那一批美金假钞正好来了用途，虽然做工粗糙，但这家伙就一个人，就算他发现了，难道还敢说什么不？老大，你们赶紧准备好，我带着他快到了。可恶，为什么我们造的假钞那么容易被人识破呢？到底是哪个步骤出了问题？造假钞这个我熟，一会我帮你看看。我操！这个华夏人会说柬埔寨话，那自己刚才的话他全都听进去了，不行，不能让这小子跑了，自己得。这人哪里来的枪？哼，好好开车，不用紧张。虽然你想要坑我，我也不是小心眼的人。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，还有一笔生意跟你们合作。很快，两人来到德尔通过车窗，林文东看到已经有很多人在等他。中间那个男子就是我们的老大烈二爷。他们见到韩大牛开车回来，却发现没有人从车上带着人朝面包车走。大牛，客户呢？100万美金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这时，林文东用枪顶着韩大牛的脑袋从车上走下来。我操！枪有枪，韩大二，不是说这人没带任何武器吗？那这把 AK 是哪里来的？朋友，你是想谋财还是？都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们的，我是来跟你们谈合作的。咱们认识吗？可以合作什么？造假美钞。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？因为我掌握你们没有的技术。说完后，林文东缓缓放下举着的脸。烈二爷刚想做出点什么反应，又掏出一把枪对准了他的脑袋。合着你这是手酸了？哼，走，先带我去看看你们的产品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林文东让其他人都躲在前面等。这里面就是刚才我们给你准备的美金。林文东随手拿起一张，脸色顿时一黑。我操！这就是你们的技术？这已经是我们能做出的极限了。你们做的这些假钞，真实度20%多没，这也太假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是找你们合作的，我可以把技术告诉你们，其他的不敢保证，但真实度最少在90%。谁家合作是这样谈的？拿着枪顶在合伙人的脑门，
问要不要合作。林文东也意识到了自己这样做有些不妥，于是把枪放了下来。我是很有诚意的，咱们合作，我把技术交给你们，剩下的我不管，利润55分成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家伙？林文东笑了笑，开始现场。很快，一张墨绿色的100元美金做了出来。这能算我的诚意了吧？这假钞比真钞还真，如果不是亲眼看着它造出来，我还以为是真钞呢。我带着撸网贷的钱来柬埔寨开军火公司，结果遇到假钞贩子，于是我把他们都收服。狂妄！别以为手上有枪就能在我们地盘上撒野，这下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。我操！你刚才不是跟我说这个第二页经常压迫你们吗？现在好了，他死了，从今天起我就是老大。现在你们都听韩大牛的，砍掉其他业务，专心造假钞。我会把技术告诉你们，利润一半给我，剩下的你们平分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可以找别人。韩大牛目光呆呆，许久才反应过来，自己成老大。愿意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誓死效忠你的。5万美金，我们愿意追随你。对了，该怎么称呼你？叫我张有钱就行。谁在想我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来跟你谈生意的，不，我是来你们戈尔市投资的。投资，你就去预约找有关部门，你是直接找。话还没说完，这时林文东将手中的保险箱打开，露出满满的一箱子美刀。我操！投资好啊！来，这位小兄弟，坐下台。我来自华夏的塔寨，我们准备在贵地创办一个企业，还希望理事长能够多多支持。创办企业，那也是能拉高我们戈尔市的经济。我身为市长，那自然是责无旁贷的全力支持。理事长，我只是想在贵地借用一块地方，搭建一个组装厂房，其他的都不会麻烦你。还有配件都由莽村生产，运到这里来组装，然后卖出去。这样做的风险很大，但100万美刀诱惑更大。好，我们戈尔市的郊区正好有块面积很大的空地，你们可以在那里建厂。对了，我认识一家建筑公司，你们可以找他们帮你建厂。正好我小舅子开了一家建筑公司，介绍给他又能吃一波回扣。林文东对此也没意见，反正都是建厂，找谁都一样。双方确定好以后，李凌天给各个部门打了个电话。很快，各部门的局长来到了他的办公室。我已经把郊区的那块地批给他用来建厂了，你们各部门一定要全力配合，知道吗？既然是市长你的决策，我们全力支持。林先生遇到什么问题，一定要找我，叫我老何就行。那以后就要多靠各位了。片刻之后，所有手续都准备齐全，林文东自然不可能在柬埔寨等着把厂房建好，他准备回去让塔村的人过来看。东叔，事情已经办妥了。我操！这么快就已经把事情办妥了？在柬埔寨的地已经租下来了，厂房正在建设，估计需要1-2个月的时间，咱们得派个人去盯着。你觉得让谁去最好？林耀华。那把他们都喊来，军火公司这件事关乎咱们整个塔寨，也得让他们知道。很快，林耀华等人就来到村委会，林文东没有任何铺垫，直接把在柬埔寨的事情说了。怎么？你动用我们塔寨公账上千万去柬埔寨办厂子，还是军火工厂？你是疯了吗？疯了，绝对疯了，还不如苏东叔以前的想法呢，起码我们熟悉啊，军火这种东西我们一窍不通。军火公司跟冰糖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行业，后者在世界上的国家都犯法，但军火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合法的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在合法的国家销售，就不会触及任何的法律。每年我不说别的，只要不出意外，最少1亿美刀的利润。这一刻，刚才还对林文东不满的众人，心态来了180度大转弯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只要利润足够大，就是粉身碎骨又如何？鹰将不敢卖的东西，我们塔寨卖；毛熊不敢出口的武器，我们塔寨出口。现在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意见，塔寨的祖宗知道，肯定也会全力支持。经过塔寨村委会商议，全票通过，由林耀华带着几人去柬埔寨监督工厂建造。下午，莽村李有田得知林文东回来的消息，找了上来。你上次跟我说的，我考虑清楚，我们莽村就生产配件了，但是要重新搭建各种生产厂房，至少也得2个月的时间才能生产。这个不着急，我们的军火公司也要2个多月后才开业。对了，那些网贷公司背后都是金三角的军阀，万一被那些军阀盯上，可怎么办？放心，只要咱们在华夏，那些军阀难道还能越过边境来抢我们？也对，如果那些军阀真的敢越过边境来我们莽村抢劫，那就不是我们该担心的了。与此同时，东山市马上有钱花金融有限公司内，经理，这2天咱们总共放出去超过2个亿的贷款，其中一部分来自东山的塔寨，另一部分来东山的莽村。2个亿的现金，真不知道老板从哪里搞来的。不过这一次直接赚1亿。经理，这2个村都有几千人，而且他们的位置接近，万一他们不还，不还，你这就太小看咱们老板的手段了。不说他背后的人，就说他手底下的王大龙那伙人，那可不是好惹的。到时候让他们上门，也不用动手，
就恐吓一下那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他们就得乖乖的把钱给还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是塔寨新上任的三把手，放着治兵贩毒的大好前途不顾，却偏偏拉着全村人撸黑网贷。与此同时，张有钱看着这几天的流水记录，笑得嘴巴都合不上了。今年还真是自己的转运年了，一共放出去了2亿多，这要是全收回来，自己躺赚1个亿。不过，虽然这些借款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但自己也要做出点准备。想到这里，他立刻拨通一个电话，很快，一个小混混来到了他的别野。芝麻开门，张哥，你喊我来是有什么事情？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把你所有的兄弟都喊过来。哎，有大生意，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抓紧把你手底下的兄弟都喊来，到时候以备不时之需。这个你放心，只要钱到位，我能喊来100多个兄弟，到时谁敢不还你的钱，我们100多个兄弟第一个不答应。此时，金三角北部4大军阀金家。好大胆子，敢跟我抢华夏的市场，简直不把我金飞虎放在眼里。将军，这些是今天我们的人在华夏发现的，经过我们的追查，很有可能就是来自鹰将的家伙。哟呵，这个礼拜天在鹰将饭还不满足，居然又要把手伸到华夏，跟我金家抢生意。将军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既然他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传我的话，只要咱们的人在华夏见到有人在销售来自鹰将的货，就直接动手。对了，我让你们购买军火这件事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我们联系了很多军火公司，可对方一听是我们金家，统统表示不跟我们交易。不就是以前欠了好几批尾款没有给他们吗？现在居然没人卖给我们军火了。现在我手里的军火最多也就维持3个月，这3个月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都要给我找到新的军火渠道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大约10天后的鹰将佛罗里达某地，我们那几批货怎么样了？这么多天还没有动静，咱们的货估计是栽了。栽了，那些货的价值可足足有3亿啊！那我这么多年的付出都打水漂了。咱们的货有好几批，现在都失联了，这就说明咱们早就被盯上了。如果只是其中一批，还能是意外，可所有的货都在同一时间失联，这……你觉得会是谁？能同时在多个地区一起下手，而且做得密不透风。在鹰将只有一个组织有这样的能力 ，FBI。这下完了，现在咱们要担心 FBI 是不是已经知道我们了？这个可能性不大，我们一直都隐居幕后，所有事情都是让其他人去办的。不管如何，这些货都没了，3亿，足足损失3个亿啊！而且在华夏也是接连失利。一想到这，李霸天就感觉自己的心脏一阵绞痛。忽然，他双眼一亮。我还借给了张有钱1亿，算上先答应的利润1亿3千万，只要这笔钱还在，那我就能重新制兵来弥补这些损失了。这时，李霸天立刻拿起手机给张有钱打过去。那笔钱什么时候能收回来？李哥，现在已经过去10几天了，再过15天就到还款的日子，你再等等。我现在着急用这笔钱，你小子确定到时候能收回来？这个你放心，我放高利贷放了几10年，还从来没有失过1次手。况且我已经找好人，只要他们敢不还，我叫上百人直接上门。张有钱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十分自信，将李霸天的电话挂断后，过了一会儿，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这几天出了点意外，我这园区的猪仔们居然暴动了，好了不少也嘎了不少，让我损失惨重，现在急需现金来稳住局面。牛哥，你放心，现在距离还款的日子只有10几天了，到时候我一定第一时间把钱给你打过去。我现在就身处在园区，园区就是一个火药桶，我那些手下一旦见我不能给他们带来利润，肯定会生出异心的。张有钱接连保证，将电话挂断后，又算了算时间，说道：“还有15天，自己就能把钱收回来了，利润光到自己手里的都有3000万。”哈哈哈！现在我们塔寨已经完成了脱贫的第一步啊！东叔，这只是刚开始，你等着吧，我一定会让咱们塔寨更上一层楼。先是后生可畏啊！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就让我们塔寨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现在各种公园、活动室、器材等等都应有尽有。要不是你提出来，我们也不可能想到撸网贷可以不还。对了，算算时间，再过2个星期就该还款了。到时候咱们不还，对方会用出什么办法来？差不多就是电话骚扰、恐吓、上门催收。在我看来，那些网贷公司能用的手段也就这些。黑社会上门暴力催收，现在华夏哪有什么黑社会？这几年严打旗下，要么转行了，要么去国外发展。我认识的几个，有的跑去当雇佣兵了，有的去国外当什么杀手去了。东叔，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我在前世地球上电视机里看的那个东叔，在带领塔寨治兵，但这个世界的东叔完全不一样啊。
如果是一个土生土长、地地道道的村民，哪里有胆子跟魄力带领全村治兵啊？就算敢，也没有这个渠道。莫非东叔曾经是东山市最大的黑道老大？我带着塔寨撸黑心网贷，很快到了双方约定还款的日子。王经理忐忑地打开电脑，看了一眼数据，果然没有一个人还款。也许是现在时间太早了，那些塔寨的人还没有醒，估计中午应该就有人陆陆续续的还款。时间来到中午，王经理终于坐不住了，于是他拿出手机给塔寨的对接人林文东打了过去。按照合同，今天就是贵村还款的日子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们塔寨绝不会欠钱不还的。我现在正组织村民，你再等等。不着急，你们塔寨我十分相信，肯定不会怀疑你们欠钱不还的。两人寒暄了几句，就把电话挂了。片刻之后，老板张有钱打了电话来。哟呵，怎么回事？塔寨那些人居然没有一个人还钱。老板，我刚才已经问过对方，他说已经在组织村民了，会统一还款。将张有钱安抚好，王经理陷入了漫长的等待。时间来到下午，塔寨依旧没有一个人还款。王经理又给林文东打了过去。不是说已经组织村民了吗？怎么一天时间过去，还没一点还款的迹象？玩的！实在抱歉，今天有很多村民卡都限额了，而且还周末，银行没开门取不出来钱。这次完全怪我们事先没考虑周到。等明天银行上班，我们一定把钱给你转去。王经理，晚一天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？晚一天的话，这个自然没问题。那就好，你放心，咱们要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，我们肯定不会欠钱不还的。林文东这话给王经理打了一针强心剂，同时又给他画了一张大饼。经理，他们准备还钱了吗？小谁啊，你跟我身边那么久了，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？如果有人准备不还钱，那他肯定会先把我们的电话拉黑。你看这塔寨的，每次我给他打电话，他都是秒接。要是他们准备不还钱，那根本就不会接我的电话。啊，对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林文东以大额转账风险被叔叔拦下等个理由搪塞过去，直到第四天。这一次，不管他找什么借口，我都不可能让他拖延下去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我操！经理，听着播报，你好像被他拉黑了。借钱不还，这个塔寨也太没有诚信了吧！亏我还那么信任他们，我们这边也不就是利润有点高，还要扣手续费、管理费、使用费吗？但他们也不能不还啊！这个塔寨简直是欺人太甚了。老板，这两个村子的人实在是太嚣张了，你让我跟王大龙他们上门去，我一定会让他们知道惹到我们的下场。好，你就带着王大龙他们去这个塔寨，让他们知道欠钱不还的下场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塔寨。很快，上百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张有钱的别墅前，在王经理的带领下，众人又转头朝塔寨杀去。这100多个纹身大汉，压迫感确实强，连我都有些心虚，更何况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。莫许！这都要过去20天了，我的钱呢？牛哥，今晚一定会让你看到钱的。哟呵！多少天了？按照你当初给我的保证，我在3天前那几千万就该到账了。前几次都是意外，我已经派人上门去催收了，一定会把钱收回。你知道现在我有多需要现金吗？我这园区接连损失惨重，再拿不出来钱，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这次你放心。如果到了晚上还没有钱，老弟就把身上的金牙全卖了钱转给你。行，我再信你这最后一次。与此同时，东山市叔叔局内，局长吴有海一脸笑容的从会议室内走了出来。局长，咱们东山靠近边界，在全国各地办事的想去金三角都会选择咱们东山为落脚点，导致以前咱们东山秩序混乱，黑帮横行。但自从你上任以来，短短5年时间就扫平了帮派，还了东山人民一个朗朗乾坤。这次会议上更是得到了省厅大佬的高度赞扬。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这几天也没事了，我去给你们申请一个休假。这时，大约有8辆面包车齐刷刷的停在了塔寨村口。王经理跟王大龙两人从第1辆车下来，随后其他人也浩浩荡荡的从车上走下来。这个村子怎么还有城墙？这个塔寨可是我们东山数1数2的贫穷村啊，哪里来的钱建造那么多的墙？这得用多少砖，耗费多少人力？这个塔寨是不是有钱没地方花了？大家都在纷纷讨论起来，只有王经理的脸色越来越红。这些钱都是从我们公司借的，借了1个多亿，就是为了建这些墙。走，管他什么强不强的，咱们进去干咱们的正事去。100多人浩浩荡荡朝塔寨村口走去。等进到塔寨，所有人再次愣住了。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这环境有点夸张了吧？借给这村子的钱全被他们拿来修路、修墙了。整个塔寨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还我们的钱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老头子，你看那群人进我们塔寨是干什么的？一群破乖仔！我年轻的时候，像他们这样的能打10个。咱们该咋找目标啊？整个村所有18岁以上、50岁以下的都是我们的目标。我带着塔寨撸黑心网贷，很快，网贷公司带着一群纹身大汉来上门催收。老头，你们的村委会在哪？被他问话的那人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就当没有听到一样。哟呵！这时，身后的小弟走了过来，露出左肩上的过江龙纹身，准备吓唬吓唬这人。
黑社会当年像你们这样的，我不知道打了多少个。这老头年轻的时候也是混黑道的。当年我跟东哥在东山混黑道的时候，你们的爹还在吃奶呢。这时，老大爷头也不回离开了这里。这个塔寨怎么跟我印象中的农村有点不一样？农村应该是淳朴、善良、老实，可这老头比王大龙还牛。老大，这里有这个村子的地图，走去村委会。海叔，他那100多人是不是恐吓你？恐吓我？就凭他们那些小铁三，要是我再年轻个20岁，他们连咱们村口都进不来。林文武嘿嘿一笑，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。我操！这是谁出的那么奸诈的主意？是3房房主林文东，到时候你就这样说。我们只是来恐吓的，不能动手，一旦动手事态就变了。话刚说完，就听到身边有个小弟惨叫了一声。我操！既然他们先动手，那我们这就算正当防卫了。看着身前那个黄毛，王大龙再也忍不住，伸出手一巴掌扇了过去。见自己老大都动手了，其他人也将这10几人围了起来。快，几千人的塔寨村民将他们给围在了中央。这时，村委林耀东等人走了过来。你们能来我们塔寨，东叔很高兴，但你们一上来就打伤了我们的村民，东叔不喜欢。明明是你们的人先动的手，我们是正当防卫。你就是这个村子的村长，你们借了我们的钱，而且还主动动手，我们完全可以报警。犯法的事情我们塔寨从来不做，你们闯入我们塔寨，打伤我们的村民，这件事情必须要给我们的说法。哟呵，借我们的钱不还，现在居然还倒打一耙，想栽赃我们。我们什么时候借过你们的钱？还在跟我装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装到什么时候。林文东微微一笑，一切都在朝着他预想的发展。东叔不要再跟他们废话了，干他们！来我们塔寨打我们塔寨的人，还是在祠堂后面，简直就是当着祖宗的面啊！奥利给，干了兄弟们！所有村民的情绪再次高昂起来，纷纷叫嚣着。现在咱们怎么办？如果真的把这上千人给惹火了，被他们打一顿，那……现在的局面对我们很不妙，虽然他们占领，但对面这上千人根本就不讲理，而且还是在对方的老巢。先离开这里，等以后逐个击破这些村民，我不信他们不出村。你们想走没那么容易，我们塔寨是你们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你们这是在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，我们完全可以报警。警长，老祖宗的规矩在这，你们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这都是你们逼我的，动手打人，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，还欠钱不还。你们知道这些罪名下来，你们会受到什么处罚吗？你要报警就赶紧报，不要废话。看着四周穷凶极恶的村民，王经理想了半天，拿出手机给110打了过去。警察吗？我在东山市的塔寨被一群上千人的黑社会给堵住了，他们不但动手打了我们，还限制了我们的人身自由。东哥，事情已经办妥，监控都调出来了。你们等着吧，警察马上就来，到时候你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要进去。此时，华夏东山市市局，各位，这段日子大家都辛苦了，连续那么长时间没休息，还经常加班到深夜，咱们东山的扫黑除恶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，我也为大家争取到了宝贵的假期。说完，吴有海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打开电脑，在报告上写下“今日无事，国泰民安”。就在他准备提交上去的时候，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忽然响。你们东山市出现了重大的群体案件，上千个黑社会成员把一群人围在了一个名叫塔寨的村子里面，不要耽误战机，立刻出警。我操！看着电脑上那“今日无事，国泰民安”8个大字，吴有海脸色铁青。发生重大案情，所有假期取消，都带上装备出警。警笛长鸣，东山市的道路上，一辆辆警车飞快朝塔寨驶去。很快，警车来到了塔。同志们，我是咱们东山市警察局的局长，大家都不要激动，相信组织。这具体发生了什么？你们都是这里的村民吗？他们率先动手打我们，还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。青天大老爷，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叫我同志就行，不用喊青天大老爷。你们谁是本村的村长？警察同志，我就是本村的村长林耀东。林耀东这个名字有些熟悉，好像在什么档案上看到过。聚众斗殴，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，你们有这样干不？我们塔寨民风淳朴，自然不会做这些聚众斗殴、限制人身自由的事情。那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你们怎么解释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如果刚才就让我们离开，还会有现在的局面。这下好了，全都进去坐牢吧。警察同志，不是我们要给他们解释，而是他们要给我们塔寨一个解释。我看你是疯了吧？还让我们给你一个解释？主动动手殴打，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，这可都是不争的事实。这上百人聚众闯入我塔寨，先是在村口恐吓我方村民，随后又公然对我村村民动手，以上种种构成聚众闹事罪、恐吓罪、挑起聚众斗殴罪以及涉黑罪。你放屁！我们明明是受害者，怎么有那么多罪？警察同志，你可千万不要听他们胡扯，赶紧把他抓起来！他说的都是我们的台词啊！吴有海都感到有些头大，现在局面是越来越混乱了，到底谁才是受害者？现在就看你们谁能拿出证据。我这里有监控录像，监控内容是村口的，而且是没有声音。王经理他们100多人围着一个老头的画面。
我操！这可完全是误会，我们这是在问路。问路需要100多人围着一个老头问，最后还露出纹身。这个老头非但没事，还把衣服撕了，露出了那满身纹身。这是海叔诊断证明，人都快60了，有心脏病。刚才被他们一番恐吓，心脏病就发作了。我操！那老头一身精壮的肌肉，看着比我都像30岁，而且当时一脸不屑的表情，怎么能被我们吓得心脏病发作？网贷公司带着一群纹身大汉来上门催收，还把老头吓得心脏病发作。证据确凿，这100多人一进村就恐吓村里的老头。那他们主动动手打我们的人，这总归是不争的事实了吧？我亲眼看到他们先动的手，只要把监控调出来，那便是铁证如山。吴有海看着10几个身材瘦弱的黄毛，然后又把目光落在王经理身后100多个身材魁梧的大汉。你是说这10几个人主动动手打的你们这100多人？对啊，刚才就是那小子第一个踹的我。10几个身材瘦弱的黄毛主动打100多身材魁梧的大汉，他们哪来的勇气？把刚才的监控调出来，只要看监控就能还我们清白了。这里没有监控。没有监控？不是，怎么能没有监控呢？这里是几档，安装监控那就是对祖宗的不敬。情况我也已经大致了解，你们无缘无故的闯入这个村子，恐吓本村村民，挑起聚众斗殴，涉黑。对了，你们还涉嫌超载。涉嫌超载，这又是什么鬼？100多人从5辆面包车上下来，平均每辆坐20人，什么面包车能合法承载20人？我们不服，仅凭这些证据，完全不能定我们的罪。仅凭这些，当然不会定罪。你们双方现在可以选择就此和解。如果有一方还要坚持，那我们也只能把你们都带回去详查。一听到要被带回局子里面，一个个都牺牲了。毕竟出来混，身上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，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。那我们就和解吧。他们选择和解，你们呢？咱们是不是忘了？刚才我就说过要给我们一个解释。你不要得寸进尺，继续耗下去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没事，那就继续耗下去呗。反正我们塔村民风淳朴，不怕查。王经理，你好好想一下，如果被带去局子详查，万一把以前犯的事都给查出来，那可就完了。你们想要什么样子的交代？简单，被你们恐吓的海叔医疗费、精神损失费等，还有我们村子这10几个被你们打的人，以及为了自保喊来那么多村民，每人的误工费，一共赔偿我们500万就行。我操！你这是狮子大开口，要500万，竟然还敢说简单？你这是敲诈勒索！所谓的敲诈勒索是指抓住他人的把柄进行恐吓、索取财物、用威胁手段强取等等。我们并没有抓到你们的把柄，而且咱们是在双方平等的机会下商量，你们自然有选择不答应的权利，这根本够不上敲诈勒索，你说对吧，局长？没错。这什么法律规定？你刚才这句话可能涉嫌诋毁国家法律名誉哦。不愧是学过法的，就这样在市局局长的眼皮子底下，敲诈类不对，平等的提出500万赔偿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选择不接受、不强求。家人还要诛心，还不强求，这小子绝对是故意的。要不是市局局长在这里，我真的要忍不住把他打一顿。你们还有一点的良心吗？不但借了我们的钱不还，还动手打了我们的人，现在居然还要我们这群受害者赔偿500万。现在的人心怎么能那么坏呢？说好的农村民风淳朴的，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？如果不和解，就跟我们回去，到时候一定会把真相调查清楚。我还能说什么？如果真的跟着回去，那以前做的各种事情可能都会被查出来。我们选择和解，你说的这些赔偿短时间内没有那么多，等过段时间把钱凑齐给你们送来。我可以等，但是被你们恐吓到心脏病发作的海叔可等不了。我们塔寨这些村民上有老下有小，今天耽误那么长时间都没去挣钱，一家老小今天的食物还没有着落呢，就等你们的赔偿了。找借口就不能找点合理的，没有赔偿款就没有下顿的饭钱，这种借口对你小子小。这次是真的栽这了，现在的局面再拖下去，只会越来越对自己这边不利。我打个电话，现在就给你们凑钱。希望王经理跟王大龙那2个废物不要让我失望。不过这2人跟了我那么久，恐吓那群农民肯定不会搞砸的。这才过去多久，事情就办妥了。电话那头，王经理把赔偿500万的事说了出来。什么？他们欠我们的钱，你们是去要钱的，钱没收回来，还要赔对方500万。老板，如果拿不出来这500万，我跟王大龙这些人可能都要进去。王大龙他们可不能真的进局子啊！这些人以前干过的那些事，大多都是我指使的，一旦被查出来，估计我怕要蹲个几10年。你等下我公司账户刚好还有500万，先给你转过去。我记得塔寨今年还被评为东山贫穷村，这才过去多长时间，怎么就……林耀东笑了笑，刚准备开口说些什么，王经理忽然咬牙对他们说道：“我们和解，500万现在就给你们打过去。500万啊，要放多少高利贷才能赚回来啊？但是不赔的话，后果就不是钱的事了。其实这笔钱你们可以不用出的，只要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到警局，警察同志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我一定会找到机会让你见识见识我的铁拳。”
很快钱就到账了，双方在吴有海的见证下正式达成了和解。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？在他身后的小弟觉得就这样离开有点丢脸，想放几句狠话，但直接被王大龙一巴掌打回去。只是问个路就赔了几百万，你现在放狠话，那能直接被他坐实恐吓罪。王经理他们刚走没几步，就听到身后传来林文东的声音：“等等，我提醒你们一下，可不能100多人在坐5辆面包车了，遵纪守法，不能超载。”我带着塔寨撸亏心网大，还让对方赔偿了500万。老大，这口气咱们可不能就这样咽下。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勒索别人，今天居然被这群人勒索了500万，必须要让这个村子付出代价。都闭嘴！咱们肯定不能就这样放过塔寨，先回去找老板。既然明的不行，那咱们就来阴的。众人来到村口，看到那个被他们恐吓出心脏病的海叔，正在引体器材上面表演倒挂金钩。不是说这老头有心脏病吗？还能倒挂金钩？钱都已经赔了，再说这些也没有用了，赶紧离开这鬼地方，制定好对策后再杀过来报仇雪恨。刚走到5辆面包车旁边，有一个交警正在开罚单。同志，这里不让停车，罚200，扣3分。这句话差点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但那个交警紧接着又说了：“我们刚才接到举报，你们100多人乘坐5辆面包车，涉嫌超载，扣6分，罚款1000。这个塔村太欺负人了。”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，王经理终于撑不住了，眼前一黑，一头栽在。经理，你没事吧？120电话是多少来着？赶紧打救护车啊！这不就是几千块钱吗？现在的人心怎么能那么脆弱？什么几千块钱？那可是整整500万啊！警察同志，这次麻烦你们了，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，我们这些老实淳朴的农民就要被黑恶势力给危害了。老实淳朴农民，黑恶势力危害。要不是我们及时赶来，这100多黑恶势力可能就要惨遭你们这些老实淳朴的农民黑手了。好了，既然你们已经达成了和解，那我们也该回去了。东哥，这次我们的演技怎么样？干得不错，这次辛苦你们了，还挨一顿打。这不都是为了我们塔寨的发展，不辛苦？你小子可以啊，居然有这样的觉悟，每人10万的医疗费，不要嫌少。收买人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实际的利益，画饼、用强硬的手段逼迫等都不是长久之计。你们最好能给我一个解释。老板，这塔寨的人实在是太奸诈了，从我们一进村就开始套路我们，环环相扣，到最后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，根本反应不过来。我是让你们去收钱的，不但钱没有收回来，还让我赔了500万，钱收不回来，上亿的损失谁来承担？没事，老板，你还有一嘴金牙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钱给我收回来，听到没？老板，你息怒，我有一个主意，咱们这次是人数太多，目标太大，所以一进村就被发现了。我带几个人晚上潜入这个塔寨，把他们村内重要的人物都绑来，逼迫那些村民们还钱。哟呵！想不到你看起来5大3粗的，脑子还挺灵光的。这次我带着3个人去就行，半夜潜入塔寨，就算被发现也能跑出来。事不宜迟，你今晚就带人去把那个塔寨的高层给我绑来。我的假期啊，就因为这点小事泡汤了，天杀的！要是真有上千个涉黑成员也好，结果白跑一趟，什么功劳都没捞着，还没了假期。就在这时，吴有海也回来了，看到手底下的众人情绪低落。放心，假期肯定不会少了大家的，明天应该没事了，我一定能给你们申请下来一个假期。佛祖菩萨保佑，这2天千万不要再出现什么案情了，让我好好休个假吧。吴有海回到办公室，把今天发生的这个案情做出了一份报告。就在这时，他身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。李听，你突然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没错，对方正是云海省公安厅副厅长缉毒警戒的李维明。我这次找你不是为了公事，完全是我有一些私人问题，想问一下你。李听，有什么事情你问就行。你今天是不是去塔村了？你在那个村子里面都见到了什么？一个贫穷村怎么会惊动这个大人物？难不成这个村子真的在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？这个村子不对劲，2个月前还是我们是排名倒数的贫穷村，现在仅仅过去几10天，他们就已经全村通了水泥路，各种设施加起来至少花费了1000万以上。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钱？有可能这个塔村在进行群体制度，也许整个村子都是一个毒穴。将电话挂断以后，李维明整个人陷入了沉思，但又没有证据证明塔村在制毒。厅长，外面有人找你，说是京都来的，还是你老同学？老范啊，你不是有我电话吗？来之前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？我这次下来调研，正好路过，明天凌晨的飞机，我就想着过来看看你。对了，我这次调研，忽然发现你们这有个很奇怪的村子。你说的是塔寨对吧？对，我是明天凌晨的飞机，我想着等一会，趁着机会去这个塔村实地走访一下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们现在跟着我去塔村，把他们的高层给绑来。正所谓软的不行来硬的，硬的不行就来阴的。王哥，
咱们去那个村子里具体都帮谁？应该是那种穿着夹克、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就是像领导的样子，对吧，王哥？啊，对，我带着塔寨撸黑心网寨，对方居然要绑架塔寨的高层。老大，我们只是绑架他们，又不是偷东西，为什么头上还要戴个丝袜？大门有监控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今天白天就是问了个路，被监控拍了下来，还赔了500万。老大高见。张三李四，你们2个去那边，赵五你跟着我，咱们2个小时以后在这里会合。为了老大，这个村的高层都长什么样的？我不是说了吗？那种穿着夹克，看起来就像领导，绝对没错。李四说的有道理，就按李四说的办。老李，你堂堂一个副厅长，跟着我去微服私访，就不怕被人报复吗？哼，在东山市报复我一个副厅长，说实话，我从警几十年，还没遇到过如此胆大的暴徒。别说建国以来了，就连华夏上下5000年都没有出现过，谁有那么大的胆子？东哥，你看这群人半夜来我们塔寨，绝对没有好事。哼，白天赔了我们500万，这是来找回场子的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是报警还是直接召集村民，把他们4个给打出去？他们现在只是翻墙进我们村，没有做任何事情。报警，警察也只会口头教育一下，召集村民把他们打出去，这样1次2次还管用，但治标不治本。那我们就这样放任他们吗？不，让他们把我绑走，这样我就有机会跟他们老板好好商量一下，以后别再惦记我们塔寨了。我操！东哥，对方那么多人，你就1个人去，这太危险了。放心，我估计在天亮之前能回来。如果回不来，东叔他们问，就说我出去买菜了。这塔寨怎么还有城墙？建这些墙得用多少砖、多少人力？这个村真的是有钱没地方花了。这个塔寨确实跟吴有海说的一样有问题。一个没有任何产业做支柱的贫穷村，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内发展成这样？难道这个村的人真的在进行群体犯罪？咱们去哪里找人绑走？快看，那边停着一辆奥迪，旁边还有2人。在贫穷村里面能开上奥迪，那身份肯定不简单啊！是啊，他们这些打扮跟电视上看到的县长一样。我操！你们要干什么？还在装，借了我们那么多网贷不还，现在还表现得如此大义凛然，等会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张三李四2人身手本就不凡，李为民毕竟已经老了，范农更是一手无寸铁之力的文官，警界的传奇，最后是以这样的方式落幕。你干嘛？老大，你看，今天白天给我们下套那小子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他了。我早就想狠狠的揍他一顿，没想到现在那么快机会就来了。2人躲在草丛里，一直等到林文东靠近，突然报警。很快，双方就到达了约定的地点。龙哥，这2人是我们从奥迪车旁边绑来的，而且看他们的装扮跟气质，身份绝对不低。干得不错。奥迪？我们塔寨什么时候有人开奥迪了？老板，这次的行动完美成功，绑了3个塔寨的高层。好，你把他们带去武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对了，这次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王大龙话中说的惊喜指的是林文东，把这个坑了他们500万的罪魁祸首带来了。我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不还钱的下场。这小子怎么还没醒？我那一拳打到后背上，不至于昏迷那么长时间吧？这时，赵武一脸一笑的拿来一盆冷水，递给王大龙道：“龙哥，用这个。”就在这时，林文东忽然醒了，看着眼前的一幕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林文东的表现自然是装出来的，但一旁的李为民跟范农2人是真的猛啊！这些绑我们来的人对我跟老范好像没有兴趣，反倒对那个年轻人表现得十分兴奋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如果不是自己以前打击过的毒贩，那这群人为什么要绑架我们？而且敢对我这个省厅副厅长动手？别说一般毒贩了，就连那些闻名世界的大毒枭都要掂量7分。一时之间，李为民感觉自己的脑袋都乱成了浆糊。看到2人后的林文东同样也有点懵。这2人是谁？塔寨的所有人我都见过，眼前这2人绝对不是我们村的。我要见你们老板。我们老板正在赶来的路上，等会你就能见到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绑架我们？哟呵，还在跟我装糊涂？我这辈子最烦的就是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。看到王大龙这反应，李为民更懵了，于是试探性的问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王大龙还以为这是在威胁自己。那你知道我老板是谁吗？你老板是谁？
我告诉你，我老板叫张有钱。那绑架我们也是他的意思。啊，对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一直给你们下套坑了你们500万那人。老板就是他。以我查到的资料，这小子虽然年纪轻轻，但却是那个塔寨的3房房主。张有钱点了点头，随后转移目光落到了林文东身边范农的身上。什么人会穿行政夹克还佩戴国徽？但马上他就摇了摇头，没有再去想这回事，看向最后一人。正好李维明也抬头向他看来，一时间四目相对。这人是谁？我从来没见过眼前这人，那他为什么要叫人绑我？这张脸好像在哪里见过呢？对，缉毒局之前在查找资料的时候看过那个局长的照片，眼前这人的长相跟他一模一样。等等，也就是说王大龙他们把缉毒局局长给绑来。一瞬间，他感觉自己全身的骨头都被人抽走了。老板，你怎么了？别激动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惊喜。惊喜？我让你绑架一个村的高层，你却把一个省的高层给我绑来，还是禁毒局局长。这时，张三、李四他们害怕功劳都被抢了，开口说道：“老板，这2人是我跟李四绑来的，当时他们在一辆奥迪车旁边，我们就用了一计。”看着得意洋洋的2人，张有钱额头已经全是密集细小的汗珠，脸色被吓得苍白。你就是张有钱？张有钱也是你能叫的吗？欠了我们那么多钱不还，必须得给你点教训。什么欠钱不还？我李维民一生行事光明磊落，从没有做出过借钱不还的事情。哟呵，还敢嘴硬！王经理刚想继续教训他，就被张有钱喊了住。老板，从一见到那3人，你脸色就不对劲，发生什么了？没事。对了，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咱们公司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。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。现在我的公司就交给你了，你就是第一负责人，好好干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老板居然如此的看重自己。刚办砸了事，让老板赔了500万，结果他非但没有追究，反而让自己当上董事长。我发誓，后半辈子都要追随在张有钱身边当牛做马，在所不辞。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产业就这样给他，不心疼那是假的。不过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现在就得跑路去金三角投靠牛哥，绑架副厅长，这10个脑袋都不够掉了。你在这里看着，不要让任何人跑出去。我回去有点事情。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身后房间内忽然传来一声暴躁的大喊：“你小子别给脸不要脸！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惹到我王大龙的！”话音还没有落下，一道人影就从房门中飞了出来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自己什么都没有看清啊！这3人是怎么被打飞出去的？没错，是注射了强化血清跟拥有格斗宗师技能林文东。这次的紧急事件，我想你们都已经知道了。就在刚才，李维民同志在一个叫塔寨的村子被这2人绑架，这2人的身份都已经全查清楚了，有过多次偷盗抢劫的案底。现在唯一不确定的是，这2人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背后是谁指使了他们？你就是那些网贷公司的老板？不是，他才是老板。他不是你们公司的经理吗？5分钟前他就成了我们公司的第一责任人。别说废话，我们塔寨那些网贷也该有个解决的方案了。好，从今以后那些网贷就作废了。现在我可以走了吧？等下，又要干嘛？上亿的债都给你们免，为什么还要纠缠着我不放？我要录个证据。张有钱虽然很不情愿，但最后只能咬牙点头。一旁的王经理跟王大龙等人看得目瞪口呆。几亿的债务啊，就这样说免就免了？不可能啊！以老板的性格，就连几万块钱他都不会轻易放弃。难道是今晚我们给他带来的惊喜太大，老板疯了？你为什么那么想离开这里？张有钱纠结了片刻，刚下定决心想要开口，忽然由远及近的警笛声从4面8方传了过来。是谁报的警？我一直都在盯着，没人报警啊！真是奇了怪了，那警察怎么来的？难道是他们2个报的警？里面的人听着，无论你们是出于什么目的，有什么打算而绑架了李维民副厅长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劝你们最好放弃那幼稚的想法。一旦李维民副厅长有什么意外，那谁都救不了你们了。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啊，我们都没见过他。会不会是这些警察搞错了？这3人不都是从塔寨绑来的人吗？哪里来的副厅长？李维民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呢。刚才从塔寨绑来的那人直呼了老板的名字，自己为了拍马屁给了他一巴掌，他好像说他就叫李维民。等等，自己刚才还给了副厅长一巴掌。经过王经理这一提醒，所有人都明白了过来，纷纷转头看向李维民。你们2个不是塔寨的吗？怎么可能是副厅长？什么塔寨？好啊，合着你们这些人连我的身份都不知道。我堂堂一个缉毒局局长，警界的传奇，没有被毒贩抓住，反倒被一群小混混绑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那些大毒枭都要佩服你们2个。王大龙这群人一直那么勇吗？副厅长都敢绑？你有病！就这样，李维民2人穿过人群走出去。里面的人应该不会反抗，先都带走再说。这个塔寨还真是卧虎藏龙啊！2个月时间能拿出那么多钱，合着都是借的。吴局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晚上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 KTV？
我是被绑来的，当时我正走在村子里回家的路上，突然被人打晕，醒来的时候就在那里了。经过一番询问，林文东回答的滴水不漏，每句话都透露着自己是受害者，什么都不知情。按照你的意思，你们塔寨整个村的村民都在他们手里借钱了，一共借了1个多亿。他们放高利贷，不知道害了多少人，我们这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这是哪个人才想出来的？这句话林文东没有回答，一系列的询问之后，很快就被放出来了。吴局，你放心，违法犯罪的事情我们塔寨肯定不会干的。网贷的事情解决了，接下来就可以专心卖军火了。文东，昨天发生了什么？听文武说你去买债了，怎么还买到警局去了？昨天晚上，公安厅的副厅长李为民来咱们塔寨了。我操！李为民，他怎么来了？难不成我打算带全村治兵的事情被他发现了？可我们不是没有治兵吗？只是合法的撸网贷啊。他们来咱们塔寨，被王大龙他们当成咱们的人绑了。什么？警界的传奇被王大龙他们绑了？不是，他们哪来的勇气？如果塔寨按照以前的想法发展，东窗事发被李为民盯上了，那我的第一想法肯定是跑路。至于杀人灭口，灭掉李为民，这10个胆子给我也不敢了。林文东又把 KTV 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就足以让东叔震惊1整年了。那现在咱们就再也不用担心会有人来追诉了，对吧？他们老板张有钱已经说了，免去了我们双方的债务，而且我估计王大龙那些人这辈子出来够呛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把那些人全都送进去了？不，我只是想好好找张有钱商量，也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把李为民绑了过去，这算是他们自己把自己送进去的吧？啊，对，碰到林文东这个活阎王，是他们8辈子造的孽啊！东哥，莽村的人来了。现在距离还款的日子已经过去好几天了，怎么没有一点风声呢？我还让李宏伟每天都带着100多个莽村年轻人在村子各处巡视呢，这可真是奇了怪了。他们都进局子了，以后应该不会有人找你们追债了。什么？你把那网贷公司的老板送进去了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，塔寨有你这样的处，不是高材生，真是羡慕啊！李主任，你们村的5金厂现在已经全都准备好了吗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，什么枪械配件厂，那可都是违法的物品。我们莽村可是合法合规的5金厂啊！都准备好了，这次我们莽村可是足足投资了1500万啊！老板，根据一些知情人透露，张有钱他们那一伙人全在昨天晚上被抓了。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的？放高利贷吗？听说是因为指使他人绑架了云海省警界的传奇李为民。你说什么？张有钱指使手下绑架了李为民，还被抓了？这个不识好歹的李为民居然抓了我们100多人，我迟早会派人收拾他。我跟了你5年，几乎每个月都说几句，迟早派人收拾李为民。可这5年你连屁都不敢放一下，还不如一个张有钱。虽说被抓了，至少他还有那个勇气。牛哥，我有一计，张有钱不是把咱们的钱都借出去了吗？既然他被抓了，我们可以自己去收回来呀。对啊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怎么没想到我们可以自己去收回来呢？今晚给你加个鸡腿。可是咱们都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人欠了钱，而且咱们也没有身份，别人咋可能会把钱还给咱们？那我们怎么办？身上只有300万的现金了，去哪里凑1000万给金飞虎交保护费？我大哥李霸天是鹰将有名的毒枭，现在没有办法了，只能找他借钱了。老板，昨天咱们在加州的最后一个工厂也被端了，囤积的那些原料都还没有来得及撤出来。自从1个多月前把钱借给张有钱以后，自己的运气就像是跌落到了谷底，干什么都不顺了。上次你借给那人的1亿，现在赶紧要回来吧，咱们现在手底下可就几百万了，马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你以为我不想收回来？现在问题是联系不上张有钱。老板，无论如何，咱们也得整出来钱，一旦没有及时给那群人发工资，他们可能会家人诛心的。我二弟在金三角经营着一家园区，这些年来手里肯定攒下了不少，现在的办法只能找他借钱了。这时，李霸天拿出手机，刚想给牛有德打去，对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大哥，二弟刚想打电话给你呢，真是说曹操就到啊。大哥，你在鹰将搞了那么多年，小弟我现在面临巨大的危机，手里没钱了，你先借我1000万。这不是我准备说的台词吗？老二，你是不是也给张有钱投资了？大哥，难不成你也借钱给这小子了？果然，张有钱这小子是2头借啊！你借了多少给他？3000万。你才3000万，我足足借给了那小子1个亿啊！你还能联系到他不？张有钱昨天晚上被华夏警方抓了。因为什么被抓的？这个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。他到底干了什么？他昨天晚上指示手下在华夏境内绑架了警界的传奇。我操！他怎么敢的呀？
本以为自己二弟已经天下无双了，没想到自己三弟更勇，那他的钱呢？大部分都借给了华夏境内一个叫塔寨、一个叫莽村的村民手里了。那可都是我们的钱啊，岂能就这样因为张有钱被抓进去就算了？既然张有钱收不回来，那咱们去收。丁三角毒枭借钱给网贷公司，对方却把钱借给了塔寨，钱没收回来，还被塔寨的人送进去了。既然张有钱进去了，他没有把钱要回来，那我们就自己去要。大哥，这2个村子都在华夏，咱们怎么去收钱？我们可以先派人去跟那2个村子交涉。可问题是谁去呢？我们都是在华夏犯错了，还跑到这边来的。就你去，你话最多，况且在华夏犯罪最轻的也是你。我这嘴怎么就这么贱呢？那我先去塔寨，这个名字听起来要比莽村友善一点。你是说那个张有钱借给我们的钱都是你们老大的？张有钱虽然进去了，但那些钱你们还是要还的。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，王参谋直接就将自己的身份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这时，林文东给旁边的林文武一个眼色，他立马就懂了，离开了这里。原来如此，我们这些天一直都想还钱，但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张有钱，我们村民都很着急啊，万一背上欠钱不还的污名怎么办？林文东一番话，听得王参谋一愣一愣的。既然现在知道了这些钱是你们老大的，那我们就还给你们。王参谋看对方那么好说话，悬着的心立刻放松了下来。就在他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，2辆警车停在了他身边。是谁报案说这里有偷渡的？我操！你居然不讲武德！哼，你们这些骗子，骗人骗到我们塔寨了，我们塔寨现在可没有欠任何人的钱。王参谋一脸生无可恋的被带回了警局。经过一番调查，发现他是6年前洗劫了好几家金店，随后就逃去了国外。现在阴差阳错之下落网了，负责的警察都乐了，给林文东送去了一副锦旗。这个锦旗非常适合自己。时间都过去1天1夜，王参谋怎么还没有回来？这不应该啊！应该是被那2个村子的人控制住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基本是回不来了。凭咱们那些钱肯定是收不回来了，看样子只能去请人了。老大，大家不是号称只要钱到位，什么事都不成问题吗？请他们的人帮咱们去要债，也只能请下家了。先生你好，有什么需求？是想找杀手，还是想打听情报？我想请你们帮忙去要债。先生，还需要你提供一下具体的情况。去华夏2个村子里面，帮我把3000万华夏币收回来。哦，去华夏要债，这个有意思啊！我们夏家可以接，费用800万华夏币。我操！早就听说过夏家黑心，万没有想到那么黑，一共只让他们收回来3000万，居然敢要800万的报酬。这是正常价格，你们又没借条跟证明的东西，这本身就很难办。再者说，对方还是在华夏，那里的环境你也是知道的。800万能给你收回来3000万，你应该感激我们才对。你们有多少把握？只要是我们夏家接过的委托，还从来没有失过手。多长时间内能收回来？大约需要10天左右。最后，经过一番更详细的交涉，牛有德还是咬牙委托了夏家，支付了100万定金后，工作人员笑着拿出一份合同。牛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们夏家在全世界的名声，你可以去打听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希望这个夏家能从塔寨跟莽村要回来3000万吧。真没想到，张有钱的钱居然是金三角那个牛二园区老板的。呸，管他呢，什么园区老板，什么军阀，张有钱都进去了，还想让我们还钱？我们要是想不还钱，张有钱就不用进去了。林文东正准备拿着锦旗回去的时候，这时又来了2辆警车停在了塔寨广场。吴有海从车上走了下来，看向林文东手中拿着的锦旗，这是哪个部长演送的？吴局，稀客呀，你来我们塔寨干嘛呢？有点事情找你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吴局，我可是遵纪守法的3好公民啊！你看这个锦旗，还是刚才你们警察给我送来的，属于是官方认证了。这时广场上的塔寨村民全都围了过来，听到警察要把林文东带走，一个个的都不乐意起来了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把文东带走？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从小就老实，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啊！村民们七嘴八舌，听得林文东都有些不好意思。你们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把他带回去调查的，是有件事情想跟他商量一下。有事情跟我商量？是不是自己在国外干的那些事情暴露了？不对啊，就算在国外干的那些事情暴露了，华夏的警察也没必要管，只要不是在境内就行。这时林文东没担心，跟着吴有海坐上了警车。我们又见面了，不用紧张，这次来找你，是我们有事求于你。何德何能，让一个省厅副厅长有求于自己？有没有兴趣为人民服务？李听，你当省副厅长，我当塔寨3房房主，不都是为了人民服务吗？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不是让你来我们警队。如果李为民直接让自己进步的话，也不是不能商量。对不起东叔，我实在是太想进步了。那怎么个为人民服务？去当卧底。我这种老实人是当不了卧底的。你这不要脸的性格挺适合当卧底的。你先别着急拒绝，又不是白让你去，无论任务能不能完成，都会给你300万。
可我自己也是人民啊。既然你不答应，那我们也不强求。他之所以会找上林文东，还是因为那天晚上林文东带给李维明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，一个人居然堵着100多人打。你们准备对哪个园区动手？只要你答应，不就知道了吗？不了，我还是做个良好市民实在。丁三角毒枭借钱给网贷公司，对方却把钱借给了塔寨，钱没收回来还被塔寨。这个塔寨到底有什么来头？经过收集的资料，塔寨就是华夏普普通通的贫穷村。只是一个普通村子，收钱有什么难的？这次可是天上掉下来的800万啊！老板，我有一计，安排专业的杀手潜入进塔寨，让所有村民都知道有杀手潜伏进来，但不暴露身份。今天暗地里绑架一个小孩，明天找一个幸运儿打一顿，并且放出消息，一旦报警，直接杀掉他们被绑架的小孩。什么时候把钱还上，杀手什么时候撤回来。就按照你的方法去办。牛有德那群开园区的废物，债主只是一群华夏的农民，他们居然收不回来。我们如果还对付不了这群农民，那直接切腹自尽吧。很快，夏家安排了3个杀手，趁着夜色顺利的偷渡进了边境，根据地图来到了塔寨。先让这里的人知道我们来了。林文东站在屋顶上，静静的看着自己脚底下寻找目标的这些人。哼，软弱无力啊！不好意思，跑错片场了。说吧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是谁让你来的？来干什么的？这时，杀手并没有回答。哼，你们是现在说呢，还是感受到痛苦以后再说呢？见他迟迟不肯说话，林文东也不再废话，拿出一根针，就让我看看你们的嘴有多硬。一连串惨无人道的逼问后，这些杀手一点风声都没有透露出来。林文东神不知鬼不觉的往3个杀手身上装上摄像头跟炸弹。我不管你们是谁派来的，要做什么，你们给我去传个话，有什么恩怨，咱们明着来，不要在背地里偷偷摸摸的。说完，林文东非常不耐烦的把3人赶出了塔。老板，情报有误，那个村子不对劲。他们把自己在塔寨经历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夏飞越听眉头皱得越紧，脸色也越加阴沉。情报上明明说塔寨就是一个普通的华夏村庄，但3人居然一进去就暴露了，在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，把3个实力雄厚的杀手绑了。看来这塔寨不简单啊！另一边，林文东看着从3人身上摄像头传来的画面以及位置，大概明白了，是牛有德委托这些人来塔寨要账的。这家伙得寸进尺，还真拿我们塔寨当软柿子了。既然牛有德主动对我们塔寨下手，那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，必须得给他点厉害瞧瞧。就在林文东思考该怎么给牛有德回礼的时候，手中的显示器忽然传来夏飞的声音：“你身上这是什么东西？”我操！被发现了。这时，林文东没有丝毫犹豫地按下了起爆按钮。处于暴力武器的3人当场被炸成了渣渣，而夏飞情况虽然好点，但也被爆炸余波震晕了过去。之前李维明让我去金三角园区当卧底，如果我答应他们，那个园区就被炸了，还会给之前说的300万吗？怎么，你小子想通了，准备拿着300万？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我主要是想为人民服务。2人尬聊了一会，林文东又心虚地问道：“吴局，我想问一下，金三角园区那么多，我能自己选去哪个吗？”只有10几个园区给你选。有牛二园区吗？我还有个问题，你们上回说，只要答应以后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钱都会照样付的。这是自然的，放心，区300万，我们不会食言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发生不可抗因素了，比如牛二园区突然被人灭了，那我这钱……你小子问题怎么那么多？还牛二园区突然被灭了，你以为这是鹰降大片啊？复仇者天降吗？我的意思是，金三角的地方那么混乱，牛二园区的老板万一惹到什么军阀，不怕1万就怕万一嘛。如果你接下任务，牛二园区就发生了意外，这属于事不可抗因素，你可以选择再换一个目标，也可以选择终止合作。至于钱，这个不用你退。这小子做什么美梦呢？刚接目标就被人灭了，自己白拿300万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？那这任务我就接下了，咱们是怎么支付？先跟我们签几个保密合同，签署后钱就会打给你。至于什么时候行动，这个还要再等通知。吴有海先是把消息告诉了李卫民，很快就拿着几个合约就走了过来。林文东看了看合约上的内容，确实跟事先说的一样，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。现在咱们的合作关系就正式达成了，这几天不要出境，要随时做好准备。是时候给他们一点震撼了。一个小小的牛有德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找我们塔寨麻烦，还真以为我们好欺负不成？系统出来，我在兑换 HM 利剑导弹，金钱值250万 ，HM 利剑导弹兑换成功，已放入系统空间。丁三角毒枭借钱给网贷公司，对方却把钱借给了塔寨，钱没收回来，还被塔寨老板，刚得到消息，夏家被炸了！我操！我们刚委托他们去塔寨要债，夏家就被炸了，该不会是那个塔寨干的吧？不可能，那个塔寨就算村民再怎么彪悍，也不过只是华夏的一个村子，而华夏是管控军火的，他们根本没有那个实力跟条件能炸掉夏家。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小樱花？我听说他们的前任首相安三就是被夏家干掉的。有这个可能，我也觉得是小樱花干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牛有德老婆李桂芬走到他身边，起身：“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收回来多少资金？”他们狮子大开口，趁火打劫，一共只收回来了1000万。
1000多个猪仔，一个居然只卖了1万。心中万千思绪，最后只化为了一声充满无奈的长叹。经过他们夫妻俩连夜商讨，最终下定决心跑路。在这里奋斗了大半辈子，现在就这样突然离开，还真有些不舍啊。如果条件允许，真想永远的留在这里。到了第2天，牛有德把所有的中层跟高层聚在一起，准备吃最后一顿丧火饭。吃了这顿饭，大家就各奔东西了。我们夫妻俩也十分感谢这些年大家的努力，才有了如今的牛二园区。看着如今倒闭的园区，情到深处，有人大声说道：“我在这里待了那么多年，这里早就是我家了。离开我还能去什么地方？我不甘心啊！难道真的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留在这里吗？”金三角中部一处偏僻荒凉的山林中，林文东探查完四周的地形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这片山林周围荒无人烟，不用担心自己会被人看到。系统出来，我在。传送 HM 利剑导弹。HM 利剑导弹1台，5个弹筒，传送成功。这时，林文东调好坐标，没有丝毫犹豫的按下。巨大声响在安静的空中，很快5发导弹就已经来到了牛二园区的头顶上。就在他们在交谈该怎么才能永远留在这里不离开的时候，有人注意到了头顶上的异样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我操，那好像是军事纪录片看的导弹啊！不是，这好端端的从哪里飞来的导弹？这些导弹会不会是来自塔寨？这好像是冲我们来的！快跑！一瞬间，爆炸声传遍整个金三角北部，林文东就这样拍拍自己的屁股。第2天清晨，林文东醒来后发现，整个互联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昨天晚上牛二园区被炸的消息。一时间，全世界的网友都开始猜测起来，这些导弹是来自哪个国家。另一边，刚得到这个消息的李霸天在原地足足愣了半天。当初结义的时候，我们3兄弟发誓要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现在你们一个进去一个下去，我这个做大哥的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？就在这时，山上龙井走了过来，听到刚才那段话，急忙劝道：“老大，你不能自杀啊，得振作起来给他们报仇。”那好，我就先为他们报仇。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你还当真了？你去找谁报仇？张有钱是被华夏警方抓进去，要想为他报仇，那要报复的对象就是被誉为全球最难副本、长城守望的华夏。没有这个实力，就不要装这个空子。虽然心中无语，但他没有忘记这次来找李霸天的目的。老大，动用这些年咱们的人脉，我已经查清楚，这些意思都是谁对咱们动的手？是谁 ？EA 最高领导杰克孙。我操！既然被他盯上了，那鹰将这里是不能待下去了，得抓紧离开。我们去哪里？去摩西哥，我在那里还有些人脉。说完，李霸天火速让山上龙井把信得过的手下带上，往机场赶去，生怕再晚就再也走不了。塔寨，林耀东手中举着一个手机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子声音：“东哥，老猫在京海在了。”老猫是把货买到国内吗？这家伙不听我劝，落的这个下场也是咎由自取。东哥，你前段时间不是还准备入我们这行吗？怎么现在没有动静？犯法的事情我们塔寨不干。林文东那小子天天把这话挂在嘴边，害得自己现在也说顺口了。对了，你在摩西哥的生意怎么样？现在经济下滑，各行各业都不好干，真是怀念以前年轻的时候，咱们那群老伙计在一起的日子。是啊，当初多潇洒。后来国内开始了严打，你们都跑去国外了，有的去当雇佣兵了，有的去当杀手了。你跟老猫则干起了这杀头的买卖。东叔年轻的时候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鹰将毒枭借钱给网贷公司，对方却把钱借给了塔寨，钱没收回来，还被塔寨给撕进去。东叔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件事情有点复杂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，只要认识6个人，就能认识全世界所有人？我有一个朋友在墨西哥做生意。好家伙，东叔居然认识墨西哥的大毒枭！咱们村界的这些网贷的老板名叫张有钱。张有钱我知道，但是他已经进去了。听吴有海说被判了无期。东叔，你忽然提他干什么？张有钱借给咱们的钱，其实是他从一个鹰将的大毒枭手里借的。这不对，东叔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个毒枭因为收不回来钱，已经穷途末路，找到了我那个在墨西哥的朋友。半天前，墨西哥某地，如今落魄的李霸天对着李本明诉起了苦来。实不相瞒，现在我最恨的人不是杰克孙那个孙子，而是我那结拜兄弟张有钱。我借给了他1个亿搞金融啊，让他去放高利贷，结果他1分钱都没有给我收回来，自己还进去了。借出去1个亿，1分钱没有收回来，这可是一个小目标啊！他借给谁了？听他说是借给了东山一个村子里的所有村民，当时他还跟我信誓旦旦的保证，说那群借款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随便恐吓一下就能把钱收回来。借给哪个村子了？塔寨。什么？你说借给了谁？东山是一个叫塔寨的村子里。老李，这个村子你知道？
知道，何止是知道，自己前不久可是刚跟这个塔寨的东叔打过电话。好啊，我说东哥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原来是改在全村撸高利贷。老李，咱们那么多年关系，我也不瞒你，这个塔寨我挺熟的。好啊，这算什么？冤家路窄吗？听完事情的经过，林文东忽然发现自己以前的那个大胆小塔，所有条件似乎都具备。一个在鹰将穷途末路的大毒枭，既然是大毒枭，那他累积的客户应该不少吧？我们把钱还给他。我们塔寨凭本事借的钱，为什么要还？但不是全还，咱们先还这个李霸天1000万。等等，林文东这小子什么时候做过鸡龟的事情？他说要还1000万，那肯定是能从对方身上赚1亿，甚至是10亿，这才符合林文东这个处。不对，是高材生的性格。这1000万说是还给李霸天的，倒还不如说是一块敲门砖呢。另外一边，李本明将电话里林文东说的话转告给李霸天。塔寨的人说了，如果早知道咱俩的关系，这些钱肯定会连本带利的按时还给你，只是现在时间来不及了，他们只能凑这个1000万，先还你应急，剩下的后面还。对了，他们还说，为了弥补给你造成的这些损失，他们有一单生意准备拉你一起合伙，利润很高，保底上亿美金的收益。上亿美金？如果这是真的，那这塔寨里面可全都是忠厚人啊！首先我要感谢 CCTV， 感谢抖爸爸，感谢所有的观众们，感谢塔寨，感谢林文东，让我又有翻身机会。你小子又在打什么主意？还给他1000万，难道就不怕他直接拿钱走人，拒绝合作？毕竟他二弟家有钱。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，可是咱们塔寨亲手送进去的。你这饼画的实在是有点大了，别说他了，就连我都不信。我可没给他画饼，咱不但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，还要做一个守信的人。说好的收益肯定就是这个。遵纪守法，守信用。不过林文东这小子好像还确实是这样的人。他虽然很行，每一步都在法律的边缘，但他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触犯法律的事情。守信用。当时他答应莽顺的收益，也确实不是画饼，对方都是能拿到的。为什么总感觉哪里怪怪的？那又说不上来了。林耀东陷入沉默中半天，想了很多，最后实在是想不通。守法的各行各业中，到底有哪一种赚钱的速度是那么快？就算是企鹅的小马哥，疯狂出皮肤卖币，一天可能能赚1亿美金，但人家有企鹅啊，咱们也有什么？咱们有系统。我说了，犯法的事情我林文东不干。啊，对。各位观众，小说已经断更了，就先到这了。正在筹备下部剧，有好看的小说，大家可以推荐一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塔寨的3把手，带着全村撸网贷不还，炸金三角园区，还要去鹰将卖冰糖。我说了，犯法的事情我林文东不干。无论是华夏还是鹰将，两国哪一条法律规定了不能卖冰糖？既然卖冰糖合法合规，那按克来卖也没毛病吧？虽然一颗几百美金，可那最多是高价扰乱市场，触犯了市场管理，凭什么说我犯法了？啊，对。我要去柬埔寨一趟，回来后去墨西哥跟李霸天谈谈具体的合作细节。你还准备亲自去墨西哥？那地方听说很混乱啊，政府无能，毒枭遍地，都是杀人不眨眼的。放心，我有系统，毕竟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当面跟李霸天商量。与此同时，李维明看着国际新闻上面的各种热点，关于牛二园区被炸，在各国军事专家的统一分析下，有这个动机跟实力的只有华夏。无数国外的网友纷纷指责：上帝啊，看看他们都干了什么！导弹是用来维护正义的，不是让华夏用来恃强凌弱的。让我们为无辜惨死在华夏导弹下的冤魂们默哀吧，上帝会降下惩罚的。大家都别吵了，我这里有被害者家属的银行账号跟收款码，大家都来帮帮他们吧。国内跟国外网友的态度不一样，华夏的网友大部分都在拍手叫好。就在李维明看着这些网友评论的时候，国土安全局的王青山走了过来。我们安插在金家的人传来消息，最近金飞虎手里有一批大货正准备运进来。具体有多少？初步推断是1吨。我说怎么最近缴获的兵越来越少了？原来是这群家伙在憋着一个大的。如果让这些货进来，那后果不堪设想，一定要赶在他们把这批货运进华夏前打掉。那你们国安对此有什么打算？我们确实有一个打算，不过这几天的国际新闻看了吧？你指的是牛二园区被炸？没错，现在都在说这是我们炸的，以鹰将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以此为借口，在联合国会议上处处刁难我们。你们国安的想法是？既然他们都说我们做了，那我们就做给他们看。那5发导弹来自哪里？是那个国家发射的？查清楚了吗？根据我们雷达探测的发射轨迹，发射地点似乎就在金三角南部，不是某个国家境内发射的，而且根据现场导弹爆炸残留的痕迹来看，不属于任何我们已知的型号，这是有势力想陷害我们啊！是谁干的已经不重要了，现在要考虑的是接下来怎么办。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洗衣服事件？这个当然知道。当初鹰将随便拿出了一包洗衣粉，就说这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以此为借口攻打了伊拉克。从这件事情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当有人怀疑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，你最好真的有。这次的导弹事件，管它是谁炸的呢？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舆论已经产生了，他们都说我们炸了，那我们就再炸他们一次。
有道理。幼儿园区已经被炸了，那我们这次轰炸的目标是金三角北部的金家。我得到消息，他们最近正打算把一批价值1亿美金的毒品运输到我们境内。什么1亿美金的毒品？这个金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嘿嘿，早就想对金家动手了，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下手，现在可是天赐的良机呀。好，是该给那些孙子一点教训了。诸位，难道你们就不好奇吗？金三角地方本就狭小，一个只占据了部分地区的金家，为什么每年能生产出来那么多的原料？王队，你的意思是金家背后还有其他的势力在给他们提供原料？没错，具体的还不清楚，但我们已经有了眉目。给金家提供原料的不是约翰就是高卢跟鹰将。好，这次等那1亿美金的原料到达金家之后，正好一举给他炸了，看看背后那些势力心不心疼。如果让我知道那5发导弹是谁发射来陷害我南部战区的，我一定把他的皮剥了。一架华夏飞往柬埔寨戈尔市的飞机上，坐在头等舱中的林文东忽然感觉背后一凉。奇怪，最近怎么总感觉被人给骂了呢？就在这时，2个皮肤黝黑的中东人走过来，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，然后抱头蹲下。我操！这是遇到劫机了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劫机都能让自己给撞见。无语的同时，他心中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。劫机的话，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质，短时间内不会有生命危险。念及于此，林文东将身上的钱包拿了出来，其中一个看到钱包后两眼一亮，一把夺了过去。打开一看，只见里面除了证件以外，只剩下了几张零零散散的零钱，甚至就连1张100元大钞都没有，顿时爆了个粗口。我的发克，刀勒，我要刀勒！先把这个穷鬼给拉出去，等到时候向他们国家索要赎金。就在林文东思索着接下来要怎么办的时候，他突然听到旁边有一个中东青年抽泣的小声说道：“这种场面让我想到了911，当年我的父亲跟叔叔都是在那场事故中死亡的。”听到他这话，该男子身边有一个鹰将白人妇女，叹了一口气，安慰道：“当年能在双子塔办公的大多都是上流人士，你的父亲跟叔叔一定是精英人士吧？不要难过孩子，我们会没事的。”谢谢，我的父亲跟叔叔曾经是我们中东地区最好的飞行员。